2021年1月5号 ，Honda Malaysia 宣布他们连续6年成为马来西亚 Non-National Segment， 也就是非国产品牌的第1名。而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 ，Honda 是很少有机会打败 Toyota 的，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所以 Honda 是如何在没有 Pickup Truck、没有 Van、没有其他 Commercial Vehicle 的情况下打败 Toyota？而且 Honda 还在2016、2017和2018连续3年打败国产品牌 Proton。所以今天这期就是来跟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这么支持 Honda， 为什么 Honda 可以在马来西亚创下这么高的销售数字。在影片开始播放之前，我要再次感谢今天这一期的赞助商，就是这个Thinkware Dashcam。所以这个Thinkware Dashcam 就像我上一集说到的，它是一个前面 4K 后面 2K 一个双镜头的Dashcam， 这个叫 Thinkware Dashcam U1000， 所以大家可以上到 thinkware.com.my 去 support 他们，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超高清的这个Dashcam。So let's move on。故事要从大概20年前说起，来自日本的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和马来西亚的 DRB Highcom 和 Oriental Holding Berhad 东方实业3方共同合资成立了 Honda Malaysia Sdn Bhd。接着在2003年，他们在马六甲设立了一个 Peugeot 的组装厂，自此展开了他们的 CKD 之路。所以截至今天Honda Malaysia 旗下的产品线当中，除了来自日本的 Honda Odyssey 和来自英国的 Honda Civic Type R， 其余的车款全部都是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生产。从 City、Jazz、Civic 到 Accord， 从 BRV、HRV 到 CRV 都是在马来西亚组装生产的。反观它的对手，我们说像 Toyota、Altis、Camry 和 RAV4 都是从泰国或者从日本 CBU 整装进口，所以在价格上面 Honda 在马来西亚是有绝对的这个价格优势的，其他同级竞争对手也很难跟它来，因为 CKD 本地组装给更少的税。关于这个 Tax and Duty 方面你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那一支专门讲解马来西亚 Tax and Duty 的影片。第二个就是市场因素了，在泰国和印尼呢 Honda 几乎是被 Toyota 吊打的。因为在泰国它的汽车总销量有 60% 都是来自 Commercial Vehicle 商用车辆，在印尼则有 25%。可是在马来西亚呢 Commercial Vehicle 只是占了我们全年汽车总销量的 10% 而已。所以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 Honda 没有 Hilux 这样子的车型，它没有 Hi-Ace 这样子的车型，它的销售数字还是能够比 Toyota 多。当然大家都知道 Honda 其实是有卖 Pickup Truck 的，他们有一款叫 Honda Ridgeline 的皮卡车，可是那一款车其实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才有销售。所以换言之呢 Honda 只有可能在一些Commercial Vehicle 不是这么畅销的国家才有机会赢过 Toyota， 像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Honda 的销量都是多过 Toyota 的。当然还有一点大家其实都知道的是，因为 Honda 它其实不只是卖车而已，它还有卖 Motorbike 的，在一些国家它甚至还有卖飞机。Honda Malaysia 一直强调连续6年成为马来西亚非国产品牌的第1名。那7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在2014年的时候 Toyota 一年能够卖102千辆车，可是当时候 Honda 只卖77495辆车。可是在1年过后呢，也就是2015年 Honda 的总销量上升到94902辆，而 Toyota 呢则下跌到93760辆。所以从2015年开始呢 Honda 就扭转这个局势了，它成功的险胜 Toyota。所以2015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2015年2月的时候 Honda 推出了本地组装的 Honda HRV， 那个是马来西亚第一次有日系品牌在本地组装 Compact SUV， 也就俗称 Crossover 的这个车型。所以在当时候呢是没有 CX-3， 没有Renault Captur， 也没有 Toyota CHR 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HRV 受到了非常多的欢迎。而在2015年 Honda 全年总销量当中 Honda HRV 又贡献了 21%。直到2018年再推出的 Toyota CHR， 因为那个是一个 CBU 车款，在售价方面完全没有办法跟 HRV 来，所以发展到今天HRV 在马来西亚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 73%， 就是 for non-national segment 的 compact SUV 来说。所以直到2020年底推出的 Proton X50 才能够真正算是 HRV 的对手。而除了 HRV 之外，我们说像其他的车型，比如讲像 Honda Civic 在马来西亚有 73% 的市场占有率，
也就是我们的 C segment 之王。再来，我们做 Honda Accord 也有40% 的市场占有率，也是同级别的佼佼者。再来 CRV 就比较少 ，CRV 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9%，可是在马来西亚来说还是非常畅销的一个SUV。第4个就是 Hybrid 因素了，几乎没有一个日本汽车品牌能够像 Honda Malaysia 这样子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在马来西亚设厂本地组装 Hybrid 车型，从最早期的 IMA Hybrid 到后期的 IDCD，Honda Malaysia 都从来没有放弃过在马来西亚主推这个 Hybrid 车型。我们来看一下，2007年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引进了 Honda Civic Hybrid， 那个是一个整装进口的车型。然后2012年的时候，他们就第一次 CKD 本地组装了 Honda Jazz Hybrid。马来西亚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推出最新的 Honda City e:HEV iMMD 的国家。而 Asia Pacific 亚太区当中，所有 Hybrid 车型的总销量有40%都是来自马来西亚。从这个数据你就可以知道啊，马来西亚可以算是 Honda 一个重点栽培的国家。虽然 Hybrid 车型并没有占 Honda Malaysia 全年总销量非常高的 percentage， 可是对于马来西亚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通常 Honda 它不会指出一个车型是只有 Hybrid 的，就像它有 Jazz Hybrid， 它也有没有 Hybrid 的 Jazz， 它有 HRV Hybrid， 它有 HRV 没有 Hybrid 的车型。所以多了一个 Hybrid 车型，可以让大家在选购车子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同样的，我们来比比看它的对手啊。早期 Toyota 有推出过各式各样的 Hybrid 车型，可是当政府有一阵子是说所有的 Hybrid 车型都是没有收税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卖到很好，什么 Lexus CT200H 啊，还是Toyota Prius 啊，都卖到非常非常好。同一个年代的 Honda Insight 啊 ，Honda CRZ 等等的车型都卖到非常不错。可是当政府一刀切宣布只有 CKD 本地组装的 Hybrid 车型可以享有税务豁免之后，Toyota 或者 Lexus 的 Hybrid 车型就没有办法在马来西亚市场生存了。而在那个时候 ，Honda 就很快抓准了这个时机，毅然决然的决定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 Hybrid 车型，让到今天马来西亚能够成为它是本区域的Hybrid 中心这样子的概念。第5个就是稍微有一点非理性的因素了，就是形象因素。跟其他汽车市场不同的是啊，因为马来西亚是有 Proton 和 Perodua 这2个国产品牌的特殊存在的，所以让到本地消费者会有一种我买到 Honda 就是比较成功的感觉。所以 Honda 就是你从国产车上升到外国车、上升到日本车的一个成功的象征。那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 Honda 的车就一定好过 Proton， 我只是简单客观纯粹分析马来西亚消费者的一个购车心理因素罢了。你可以不认同我，不过这个确实是很大一部分马来西亚人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消费观感。而讲到形象因素，就不得不提一个最经典的例子了，就是 Honda Civic Type R FD2R。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马来西亚是全世界除了日本市场以外，第一个由官方引进销售 Honda Civic Type R FD2R 的国家。不是美国，不是英国，不是其他欧洲国家，也不是泰国，而是马来西亚。一开始日本原厂只是分配了60辆 Honda Civic Type R FD2R 给马来西亚市场，可是从2007年到2010年这几年间呢， Honda Civic Type R FD2R 一共在马来西亚卖出了420台。但很多消费者都还在想，有谁会花199,800块去买一辆 Honda 的时候， Honda Malaysia 成功向日本原厂证明了什么叫 The Power of Dream。 又到了我们做结论的时候了，但是一样的，在我做结论之前，我要再次感谢今天这一集的赞助商，就是 ThinkWare Dashcam。所以这个 ThinkWare Dashcam 呢，就像我开头讲的，它是一个双镜头的 Dashcam， 前面 4K， 后面 2K， 它的 Parking Mode 可以长达24天。你可以上到 ThinkWare.com 去了解这个 product 的详情。在影片的结尾啊，我必须声明一件事情，就是今天这一集我没有要跟大家讨论 Honda 的车子好还是不好，它的售后服务好还是不好，好不好这个你留言让我跟让所有人都知道。所以我要重申的一点就是，销量好不代表质量好，同样的销量差也不代表质量差。很多时候车厂或者车子的销量只是代表了他们的 marketing strategy， 还有他们的 product planning 成不成功。所以今天这集最重要是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 Honda Malaysia 可以从一个在2011年只是卖32,480辆车子的日本品牌，到2017年直接飙升到109,511辆，让 Proton 和 Toyota 都排在它的后面。
当然，除了我刚才前面讲的销量、质量等等，我觉得一个汽车品牌在一个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口碑。那 Honda 在马来西亚的口碑好不好呢？这个见仁见智。那我要表达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很多消费者他们可能想要买 Mazda， 他们想要买 Kia， 他们想要买 Hyundai， 可是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爸爸妈妈讲的时候，他讲爸我要买 Mazda， 爸我要买 Kia 的时候，他爸爸只跟他讲了一句，哎呀还是买 Honda 啦。最后他就买了辆 Honda 咯，这个就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虽然 Honda 在过去6年的成绩都非常的耀眼，可是在2019年呢 Honda 就重新回到了 Proton 的后面。201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2018年底 Proton 推出了 Proton X70， 接着在2019年 Proton 陆陆续续翻新了 Saga、Iris、Persona 还有 Exora， 让到 Honda 的销量不像2018年这样子遥遥领先 Proton。 再来到2020年的时候呢 Honda 还是一样是马来西亚非国产品牌的第1名，可是它的销量只是比 Toyota 多了1149辆。最高峰的时候 Honda 一年能够卖出比 Toyota 多4万多辆车，可是来到2020年只是比 Toyota 多了1149辆车。所以面对这个 Proton 的苏醒还有 Toyota 的追击Honda 要有什么办法在2022年持续能够维持它的这个领先的优势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非常谢谢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的影片，也要感谢今天这集的冠名赞助商 Thinkway Dashcam， 大家可以上到 thinkway.com.my 去了解他们的 product。 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and 3, 2, 1 cut。Hello， Hello， 跟讲 Hello， 嘿嘿嘿，你看相机。你看你在那边，你看你在这边，看肚子了，拜拜，喊看。